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中国人在越南开拓市场好不好做？怎么样开拓市场？今天老魏来到一个老板这里，采访他一下，问他怎么样在越南开拓市场，他怎么样有今天的成就。大家好，这是负责越南南部比亚迪业务的谭总，我们跟他聊聊谭总是怎么来到越南的，然后来到越南怎么开拓业务的。谭总，您是哪一年来的越南16年来？2016年，那比较早了。算是半个月了。您是本来就是比亚迪公司的呢，还是来到越南以后再加入比亚迪的？我16年来越南的时候是做那个人造壳，16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改成就生意不是很好，就把人造壳就不打算做了，还是想着做其他，刚好这边有个老大说我们要做那个比亚迪叉车的，他说你感不感兴趣，要一起搞？说可以啊，那我这17年我就过来，一直做到现在，就做比亚迪。就是从2017年2017年开始到今天一直做比亚迪，一直做比亚迪7年吧，16到24嘛，然后17到24年嘛，7年。那这7年，其实我可以想象出来，因为在海外创业非常不容易，像您就等于是在创业，从零到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做比亚迪的就是零到有。我们当时刚来，你知道怎么搞？我们骑个摩托车还是二手摩托车，而不是越南的下雨天，对不对？我们反正背包放了一双那个拖鞋，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皮鞋拴起来，然后你就穿拖鞋，你鞋就不湿啊。明白。对，你先见客户，你总不能中个形象，你总不能说去穿个拖鞋进去是吧？然后我们就大概离个1-2公里的时候停下来，把汗啊擦一擦，整理一下行装。如果不下雨的话，皮鞋就没脱；下雨的话，皮鞋拴好再去见客人。如果是不能下雨天淋湿了，可能就要等1-2个小时，衣服不干，因为你不能这样落汤鸡。湿的衣服去见客户不礼貌，对，不礼貌啊，这个对不对？有时候可能还要备个1-2件衣服。备1-2件衣服，对，经常去干这个事的。对，特别越南，那时候16、17年的时候，没有现在中想象的那么那个，路况啊、交通啊，没有这么好的。很多路是泥巴路。泥巴路，我们那时候骑摩托车骑了最多的是骑了120公里。越南120公里要骑3个多小时，他1个小时只能骑30多公里。这我知道，我自己骑过。对，还好，反正慢慢这几年过来，我们慢慢把它做起来了。那当时您是怎么寻找客户的？客户啊，我们当时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朋友圈或者微信，或者饭店就打广告，反正就比如今天你叫我带我去见个朋友，反正名片嘛，就是到处撒网，就当时也是非常辛苦。非常辛苦，每天反正名片可能1年大概要发到大概，因为1-2次，一次大概500张，反正1年差不多要发到800张。这个是撒网，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机会，反正到处撒网再说。那这个当时付出确实很多啊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当时不这个，或者人家叫先苦后甜，这个确实是你没有吃苦的话，抵接不到那种我们当时做。对，海外创业确实是这样。我们文化差异、语言你都不懂，你现在特别是17年、18年的时候，中国工厂这边还是非常多，就这2年稍微多一点，就非常多。17、18年比较少，而且信息方面也不是很闭，就是信息不就很相对闭塞，对，没有那么灵通。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叉车的人找不到你，对，你又找不到客人。对，就是客人他想要的时候他就找不到，他如果找谁嘛？对，可能为了两台叉车，他从中国进口过来，他也划不来。他也划不来，但是他可能就比如说老饼，我们因为电车这个当时来自一个市场，不是说大家都能认可的。实际上我们推了这么多年，大家慢慢就认可这个。您是比亚迪电车？电车对，电车叉车。电叉车对。电叉车。特别是人家说呢，这以前都是用的油车嘛，油车它便宜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电车，它也有，但是比较长远考虑的就是，可能当时第1年我们才卖了150台，17年。那我听您的意思是，电车就是用的时间久的话，价格会很便宜，会比较经济，对吧？比较经济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电车用的比如说你1天8个小时，你用5到6个小时的叉车以上，你买电车是相对比较划算的。同等的型号的叉车，你就是大概2年半，比如说你8个小时，你1天6用到5个小时的叉车，你大概2年半左右，电车跟叉车的就基本上的付出是持平的，比如你的维修啊、保养啊，对不对？电车的电费啊，基本2年半左右可以持平。
那就是越往后，越往后就是比如越经济2年半这单子越经济你就赚了。比如说的柴油车，它1年可能，哎，我的所有维修费用大概8000万，那电车可能我就2000万，那你做3年后，哎，每年就省个6000万。那也就是有眼光的老板还是愿意选择电车的，对吧？对，目前基本上电车的慢慢这个趋势啊，电车蛮多的。对，而且比亚迪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受国人的认可。对，主要是比亚迪是我们民族品牌，都是中国过来的都认可，都是为最起码这个电池人家不担心这个电池有问题。对。那除了电车，你还有其他的业务吗？比如说出租叉车啊？我们租跟买卖都有。出租买卖，对，就有一些贸易公司来到越南以后，可以租个叉车，那就不用自己买了。我们租的时间是有那个大概要最久是1年的，1年起租，最短是1年起租。你要租1-2个月的，经常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哎，谭总你在哪里？有没有碰到那个叉车？我租个几个小时卸个货柜。我说如果你在我隔壁，我免费给你，但是如果你超过这条马路，我就不敢了，我就告诉他哪里有临时输出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吊车费划不来是吧？他比如他去隔壁，他就在，比如他在新城附近大灯那里，他去可能隔壁开过来就100万，我这里调来没我就调个300万，那你划不来嘛？这个叉车在越南是实际上不能直接在路上开的，不能在直接路上开它必须要在有那个载动车，它一定有在规定的范围在工厂以内。特别很多那个他们说开工业区啊，工业区如果说他管的不严还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是管的严，我是不建议人家开出去的。像昨天有一个我看了一个越南的新闻，就是有一台不是开在马路上嘛，撞了一个摩托车，这个比较严重。有的人可能他都没有这个叉车没有这个驾驶执照，没有这个驾驶证的时候，没有这个安全意识的时候，对，他就直接开出去，风险就很大，那个风险非常高的。对，那个不是说开玩笑的，那个东西我们第一个在别人的人的土地上面，你开这个本来就禁止在路上跑的，不允许，就是你在厂区内你可以。那也就是经过您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现在比亚迪在越南已经有了仓储中心，有配件中心、维修中心。维修中心，因为我们的维修点在人蛇有，像平阳也有平阳去平福啊、隆安我们也准备也有了一个隆安也设了一个点，这是维修点，没有销售点。然后我们北部在北宁北宁跟北江交界那个地方，对，海防有一个。我们准备在广义那一带在做一个。那就是在越南准备实现就是很多个点，就方便大家维修，方便大家去做售后服务这一块的。因为你也知道，现在这个越南的交通啊，比较不是很像中国一样，你300公里我可能开3-4个小时就到。越南300公里可能要开6个多小时，7个小时，对，一天啊，你人家在车外来等你等一天，我怎么工厂都不运行，货柜的等一天等不起来。谭总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你的仓库和你的这个维修中心去。可以，看一下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放的一些配件，这些就是我们仓库，充电器啊，然后一些大型的电池也是拆下来的，然后这边就是轮胎。我们的轮胎啊，一些龙骨，是一些大型的那些配件。也就是你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售后中心。售后中心基本上这边大概900个平方吧，这里。然后里面是我们一些小的配件，我带你看。好。应该是越南最全的，就是卖配件最全的就是我们看。最应该是越南所有配件，应该是整个电车的最齐全的。就在越南电车配件，你们是最全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比亚迪现在在越南全部做电车。全部做电车的，这里应该可以这么讲吧。所以目前其他家应该是还没有这么齐全的配件，整个仓库这个这边也是，都是基本上都是电车的一些配件。这样的一个仓储啊，就你们的客人会比较放心。对，如果产品出问题了，可以及时的维修。及时给它维修，换一些小的。这个这个是电车啊，一点点的，你这个东西你买也不好买，你没备的话很难。这边我们外面那边这个仓库是专门是做那个放新车的。那我们去看看。去看看，对，那边轮胎有白色的，有黑色的。对，轮胎各个型号也都是全的，对吧？都是然后龙骨啊，什么龙架都有，都是备有的。
要不然那很多应急你没办法去给人家解决这个对，轮胎的问题。就是把产品销售给别人，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售后。有这售后，还有一个备件你要齐全，你不齐全的话，到时候万一怎么突然有个什么应急问题解决不了。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现在库存的仓库，这边现在这里大概只有40多台40多台。对，我们店面那边还有20个，我们路上应该现在还有6个柜，还在船上跑，还没到。所以我们这边差不多有100台左右吧，300台要放在上面。经过您在越南这么多年的打拼，现在仓储中心啊，这个售后中心啊都非常好。那您现在叉车这一块业务，在越南被市场接受的怎么样？目前市场还是蛮认可这个我们就是电车第一个。如果说人家想要电车，还是有的，基本上还是直接过来咨询的比亚迪。因为我们这4种研发这个电池对吧？电机电控都是比亚迪自己想的，自己生产自己研发的。所以其他的品牌不是说它不好，因为同行我们不能说去别人的怎么样，我们只能把自己的。就是比亚迪，你那意思，比亚迪这个品牌在越南市场还是比较有优势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，对，就选择性，就不管是电池的耐用性啊，一个服务啊，各方面都比较有优势的。对，可能每个老板的选择的选择点不同，他选择价位不同。但是现在还是有相当的工厂，在南京这边可以就是说我们做家具也好，做哪个，很多人去看，基本上都看到有比亚迪叉车在那里。好，希望我们的民族品牌越做越好啊。那如果说大家有电叉车方面的想法，想要了解电叉车的，就找我们的谭总。或者有需要一些你们有维修不了的，或者什么需要我们去协助的，我们也可以协助你们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我们品牌的别的品牌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去实点。对，如果说你工厂的叉车有问题了，不管你什么品牌的，也可以找谭总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对，都可以找我们过来帮你们，就是能不能修或者有没有配件，我们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就是坏在哪里，那该怎么处理。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欣赏，拜拜。